欢迎收看《面时刻》。南韩最大的报纸《中央日报》在上礼拜提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就是北韩的部队北韩派了1万多名，中间有这个金正恩最信任的暴风部队派到了俄罗斯境内，就没有想到中间有一支部队跟乌克兰交火的时候全军覆没。光是这条新闻已经让世界震惊了，因为金正恩号称派的是他最强的暴风部队，而且派的是他最信任的3个将军来压阵，就没有想到他跟乌克兰军队的第一次接触，居然全军覆没，唯一幸存的是躲在自己同袍的尸底下，才能够幸免于难。但没有想到，现在更新的消息是，他们根本没有交火，因为从这个幸存者的口供里面讲出来说，搞了半天，他们全部都躲在壕沟里面，到底敌人怎么来的，敌人怎么轰炸的，敌人怎么攻击的，他们居然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就算你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强，你受到非常严密的训练，在这种新形态的战争里面，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今天邀请了7位来宾，对台湾首一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6位是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林元凤，大家好。好，第7位是气象专家郑德胜，大家好。时代真的不一样了。过去那种整个军事的概念、战争的概念，看起来已经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没错，金正恩刚刚讲的，他派了1万名的部队，中间有他最信任的暴风部队，而且派了他最心腹3名将军到前面督阵。对，最可怕的消息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最强的部队，这个暴风部队中间的精英部队，对，竟然在毫无知觉的状况下面，而且在没有交火、没有打照面的状况下，居然被乌克兰全部杀戮了。对，没错，宝杰。那去年的时候呢，习近平曾经跟普丁说，这个目前为止是全世界100年之大变局，让我们一起来改变它嘛。那你想到他们2个到底要凭什么？第一个，遏制武器是相当厉害，打遍天下。第二个，我们还有很多人啊，人的话一定可以打败这个美国啊。对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会由我们来改变。可是宝姐最近的2场战争，一个包括说以色列去轰炸这个伊朗的战争，另外一个金正恩派出了王牌部队到这个俄乌战场去参战之后，2个都是惨败。惨败都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什么？你俄罗斯的武器已经没用了，俄罗斯武器没用，你中国武器大概也不怎么管用。另外一个，你金正恩派出精锐部队，我跟大家讲，金正恩的这个暴风部队是第11师，他们的特种部队。每一个人都练到非常结实，不是外界说什么瘦瘦小小，没有，他们都练得很结实，在冰天雪地下面狂练，拳打脚踢，什么武器他们都厉害。可是宝姐这样的部队，你看金正恩一定派出最精锐，他说我第一次去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我嫡系部队的厉害。可是这是我的面子战争啊！如果我今天派了一个部队跑去前线当炮灰，对，那我以后怎么面对南韩呢？对，就第1场战争开打之后，40个人，宝杰那瞬间就被歼灭，瞬间被歼灭，只有1个人活着。1个人活着是怎么活着？因为他躲在众同袍的尸体下面，后来才被发现。哦，我还活着，躲在尸体下面。所以你看，这场战争不止金正恩的整个部队完全惨败，而且还被他发现说，原来你也是贪生怕死。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这个所谓100年之大变局，不是像习近平或者普丁说的朝他们的方向去，是往相反的方向去。所以你看，最近习近平非常害怕到什么程度？他现在准备都要祭出10兆人民币的救市，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怕川普啊。怕美国真的干起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完全会崩溃的一个局面。好，所以是说，如果你按照上个礼拜刚刚讲的《中央日报》，也就是南韩最大的报纸写的是说，当时还以为说你北韩的部队跟乌克兰部队有一个正面的交锋，在这个正面交锋交火之后，全部被歼灭。是搞了半天，现在知道说，都不看到这个就是他的唯一的幸存者，没错，他全身是伤，他就讲他们当时在干嘛？他们其实全部躲在壕沟里面。那你本来以为说你躲在壕沟里面是安全的，对不对？没有，他说。无人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而且这个无人机好像长了眼睛。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我们每个人在哪里，对方一清二楚。对，没错，这是幸存者他讲的一个话。那幸存者讲的话就是说，你看我们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就死掉了。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这个韩国的媒体是这样说：北韩军队已于25号与乌克兰部队交火，然后全军覆没。他用了“交火”2个字，可是宝姐根本没有交火，没有交火，单方面被摧毁，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甚至这个消息也立陶宛他们境内的这个负责乌克兰相关事务的这个负责人，他也说，的确就是这样。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他说，据我所知啦，除了一名韩国人，其他人都被杀了。幸存的人还说他是什么个布里亚特人，就是说啊，他是少数民族。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因为他怕他被杀。他说，我就是布里亚特，我绝对不是北韩人，不是北韩人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又说什么？是他们训练，他们也经过训练哦。训练之后呢，俄罗斯要想他们去参战，然后就想好，那你们就去参战吧，给他们简单的迫击炮，就上到战场上面去了。就上到战场上面去的时候，宝杰你知道，他们上到战场，根据这个北韩伤兵说什么？我们一到了之后呢，没想到一出去就开始这个枪林弹雨打过来，这个无人机开始对我们丢飞弹，丢飞弹没多久之后，40个人就死了，4人就死了。你看他说什么？乌克兰士兵配备的最新武器，攻击性很强。之前有一个中国在俄罗斯打仗的部队回去以后，他就讲那个战争状况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因为你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你就听到了满天的声音，满天的声音就像黑乌鸦一样，这些无人机朝你直扑而来，你躲都躲不了。对，因为这个韩国人目前为止还是重伤，所以他没办法讲太多细节。但是有去俄罗斯参战的中国士兵回去了，吓都吓死了。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他把我当成炮灰啊。他说我们开始出去作战的时候，从地洞跑出来的时候，2个俄罗斯士兵说白天不能走，因为自杀无人机太多了。他就想哪有可能？他白天不能行动。然后到了晚上，他们就走出去。晚上走出去哦。他说晚上一走出去的时候，马上乌克兰的无人机就盯上你了。盯上你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就赶快，因为他原本有灯，他赶快把灯关掉。灯关想我躲起来你就找不到我，就没想到没有。他想要走了之后，没想到半分钟之后，迫击炮就朝他身边打过来，他赶快就跑掉。跑掉之后赶快躲，后来又躲到壕沟里面，而且一连续来了3发。来了3发之后，他就在晚上之后，他就一直不敢动，然后就沿着这个所谓壕沟里面走来走去，就没想到还是。晚上都还有无人机在你的天空那边盘旋了，你根本没办法出去。所以他说，本来他有一个灯的，有一个手电筒的，他整个晚上他的灯、他的头灯跟他的手电筒都不敢打开。然后他就说，你看，他说俄罗斯的一举一动都被乌克兰军队看得非常清楚。那你很难想象吗？你要一出去之后，马上就是人。那你一出去之后，他马上就知道你在哪里，然后炮火就从你四面八方打过来，他说根本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可能就因为这样，你看到周边的人就一个一个阵亡，然后你有可能会阵亡的这个状况。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讽刺的状况。刚刚讲的北韩这些特种部队都经过身经百战的，都经过非常严密的训练的，身体素质都非常好的，可是搞了半天，在百里之外，搞不好有一个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的这个人，他光是操纵一个仪器，他就可以把你干掉了。对，你看这个中国士兵讲一句话，我觉得你看我这边都还没有跟敌人交火呢，就这样。他说他都还没开枪，他就可能已经阵亡了。对，所以他这就是这样。那你想，这个你看这个中国士兵，他也是练得非常的身强体魄的强壮的样子。可是你看，可能在他对面是谁？对面就是一个这个无人机的操纵员，他可能只要操纵了无人机，他可能是个宅男，他可能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但是我只要开了这个无人机之后，我就可以到处去追逐你，我可以用无人机锁定你，我可以用无人机丢炸弹，甚至我可以用无人机去指引，包括说火箭弹或者什么的武器来攻击你。所以等于说，宝姐，我这样，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战争。新形态战争就是这样，远距战争，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我想，北韩部队，现在不是说人家原本是说只有1万名北韩部队，没有啊，现在北韩部队听说有8.8万名要过去。8.8万，好，那你8.8万过去，好，无论如果你人再多，你练得再怎么样的时候，宝姐，你上到战场能够打吗？所以金正恩不就被看破手脚了吗？对，你这些去的时候还是一样被他完全歼灭而已啊，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战争，而且金正恩这一次，他是卯足全劲，他是玩真的，对他自己没有到现场，但是他派了一个叫金永福，金永福是谁？他们的副参谋总长，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有3大将军，还有侦察总局的这个李昌镐，还有北韩人民军的这个少将申金哲，3个人到前线去，到库斯科，就是库斯科，我们的这个第11军团呢，就由我们3个人指挥，这等于是3大王牌将领都去了。结果3大王牌将领都去的时候，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帮助俄罗斯一把嘛。对，就被他第一个战役40个人就被干掉，就完全被歼灭。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即使再有这个8.8万人来说，恐怕也真的只是当炮灰的这个状况。北韩不是随随便便派人去，是他派人去之后，除了我北韩的军队之外，刚刚讲的派了3大将军，对，3大将军里面根本有一个就是以前对。都是在金正恩旁边作为贴身保护的金永福，对，我都把你派到现场了，结果一样还出师未捷身先死，全被端掉了。副参谋总长这个非常大，就没想到他去的时候没有用，照样。而且你说如果把这个跟上次伊朗跟以色列千里奔袭，那个状况几乎都一模一样。是的，伊朗也是刚刚讲的，我的所有的防空武器，我所有的眼睛，我的萨姆300，我的萨姆400。我还都没有动用的状况下，我都完全被以色列给干掉。对，更可怕的是，他有上百架的飞机
停在这个所谓的跑道上，动都不敢动。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伊朗当然觉得很丢脸。伊朗你看放话说，我要对你进行这个反攻。可是问题是，伊朗怎么反攻？宝杰，那伊朗目前上空它没有任何的防空系统，没有系统，已经被打瞎了。为什么？那你看上一次的这个以色列怎么去攻击吗？他第一波开始是用骇客。骇客攻击什么？骇客包括攻击这个叙利亚啦，甚至是伊拉克，我只要这个路径通过，所有的防空系统我都让你瘫痪掉。瘫痪掉之后呢 ，F-35出动，然后这个预警机出动，加油机出动，后面跟着 F-15跟 F-16，然后 F-15跟 F-16，我这个 F-35在前面当成一个所谓指令挥军这个发号施令的人，我要攻击哪里就攻击哪里，然后就完全攻击。攻击完之后，宝姐，所有的基地都被攻击完之后呢？这个100多架完全的大家都回去了。对，那伊朗呢？他们防空系统被打掉不说，他们即使知道，它上空已经有很多飞机了，不敢上去。为什么不敢上去？上去一定会打掉，变靶子，一定是被靶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这个战争跟我们过去想的完全都不一样。那种所谓高科技的含量，或者整个形态都不一样。这也是难怪为什么啦，这个习近平最近会那么害怕。他可能看到这么多的这个战争形态之后，中国恐怕也真的不是美国的对手。于是，当北韩进到了俄乌战场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包括了北约讲，你好好管管你小老弟吧，你要运用你的影响力，不要让北韩来掺和这件事情。可是现在更可怕的是，这件事情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习近平对金正恩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宝力哥，现在原本是血盟兄弟，今晚是攻龙攻下敌，松龙松打敌。我们讲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真假的？你就看他们的边际状况就知道吧。如果说他们是情同兄弟的话，请问一下，你知道现在中朝的边境？总共范围有多广吗？多广？1400公里。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去看一下朝鲜跟南韩之间的边境，也没有这么广，好不好？差了3、4倍，它是完完全全扎扎实实的来3层防护。中国设2道城墙，然后你北韩自己也设1道哦。你不要以为说是北韩想说他自己就想要往中国去，没有，双边根本就是非常的疏远。设了3道的防护，楚河汉界，界限分明。对，那有人讲嘛，现在全世界最严密监控的地方在哪里？在38度线。就他讲说，那38度线跟中朝的边境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中朝边境刚刚讲的，你这个边界长1400公里，你这么长的边境，刚刚也是南北韩边界的5倍之多。结果这里居然密密麻麻弄了铁丝网，中国搞了2层，北韩搞了1层，而且他们的监视器。都在监控彼此。宝大哥，我跟你讲，1层监视器就算了，没有，中国根本就跟防贼一样，搞了4层。你知道哪4层吗？第一个，光是这个边界里面它用最新的 AI 科技，全部都人脸辨识系统，只要有东西在动，有鸟在跑，有狗在走，它就噔噔噔噔，马上把你锁定。再来，你以为只有这样吗？没有。它的电网全部都通电，而且宝哥，电网通电，以前是放那种罐头，有没有？然后在罐头碰到什么，会有声音嘛，他就知道有人来了。现在没有，你知道罐头里面现在装什么吗？装炸药，遍地雷！你敢来，我直接把你炸死，让你想跑都不想跑。而且，你这样子，中国这样子去对北韩，北韩这样子去对中国，北韩也没有在跟你客气。我跟你讲，同样在黄金坪这个地方，原本的理论上是通道，就你知道北韩现在搞什么吗？也给你搞监视器，全部装在那个视线死角里面，所以他也很在乎说，是不是有人来往？你中国人也不要给我来我北韩，我北韩人也休想跑到中国去，连北韩都这样防，而且不只是这样哦。你说好运，我好不容易跨过这个边际，对不对？跨过这个3层之后，你以为就没事啊 ？No， 中国在所有这个边界，特别是这种丹东市这个地方，你知道它有所谓的高铁站，宝弟，你知道高铁是做什么吗？对什么？连续2次实名登记制，就是说我上去之后，全部都用电子去扫描你的脸孔。如果发现你根本不是中国人，你没有登记站，我马上公安就来抓你。你说那我不当大众运输可以吧？不行，因为你走到市区去，公安有什么定点巡检，他就每天就在2次就在丹东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讲了，北韩跨过来就是丹东嘛，开始在巡抓说有没有北韩人。好，给你好运，跑到了南部，不好意思哦。它全域都会跟你进行所谓的脸孔辨识侦控，所以有人就北韩跑到中国，对不对？然后跑，想说我要跑到东南亚国家，结果在东南亚边境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吗？公安冲上来，直接把他抓走，你休想入境我那边，你只要跑到我中国越雷池1步，我马上就会把你的人抓回遣返到北韩去。所以现在搞了半天，全世界最严密的边界。是中国跟北韩，而且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就是之前不是讲很多的脱北者嘛？如果你去对这个脱北者了解的时候，很多的脱北者先逃到哪里？逃到中国的东北，再从中国的东北想尽各种办法，也跑到哪里？跑到了南海。他说现在变少了，为什么变少了？因为要从北韩
要跑到中国如登天之难。对，宝大哥，我们用数字来讲哦，过去0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鼎盛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人？3000人，就到2012年的时候呢，逐年下滑。结果你知道吗？到了去年整年度哦，只有196人，就今年度只剩下多少人？上半年只剩104人，而且这104人还不是一般人，都是那种精英分子。换言之，你一定要有关系，在中国允许之下，才有办法让你过来嘛。否则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他们说北韩完全被搞得像一个超级大集中营。你说宇轩，可是这只是边界啊 ？No，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为什么中国现在完全没有不耍海南海？以前他们是不是有威化岛？对啊，有黄金坪。宝大哥，这时候这两个名称是要干嘛的？干嘛？经济合作区。那我请问一下，你知道北韩内部怎么形容这两个经济合作区吗？失败，他就说这两个早就失败了，北韩也失败了，然后中国也说我们再也没有要跟你做经济合作了。但原本没有经济合作了，对，那原本这些经济合作区，我们讲它叫做脱北通道，就是我借由这个合作区，北韩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跑到中国去，对不对？他现在也跟你讲没有，因为以前的包括巡守的人，包括这个边境管控的人，原本都是做走私啊，甚至偷渡啊、卡油水的地方，现在没有人敢了，因为50步就设一个监视器，50步就设一个哨口，所以你只要敢在做这种为非作歹的事情，通通都会在天眼之下无所遁形。好，瑞德，我们之前常讲过，北韩非常骄傲，就是我的特种部队天下无敌。之前去攻击青瓦莱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是，有一个人被子弹打穿了肚子，他是一手抓着自己的肠子，跑到了秘密通道，然后就跑回了北韩，后来还当了他的副参谋长。结果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我也派了我最强的部队，派了我的暴风部队，结果那个新形态的战争到了乌克兰之后，我人都还没看到，我只躲在我的壕沟里面，我就全部被歼灭了。对，没有错。那么北韩这一次啊，那么先头部队呢已经被歼灭了好几十个人了。那之前，那么乌克兰轰炸的时候炸死6个北韩的士兵，你还可以说是从天而降的这个飞弹、炮弹等等啊。这一次是整个40个人部队呢直接被歼灭，而且歼灭了以后呢，你只看到无人机，砰你就死掉了，还是一个人，还是装死啊，后来才被俘虏啊。那么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传统的土法炼钢、胸口碎大石的时代过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本来在地上跑的，现在全部改成了空中飞。空中飞了以后呢，那么可以马上就知道敌情，马上接近，把影像传回去以后，马上执行攻击令。你看他们这次乌克兰很厉害，为什么呢？他们马上可以分辨出北韩部队构筑的战壕跟这个等于说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北韩的战壕是有棱有角、四四方方，他们一发现了以后，马上无人机砰的就去攻击了。所以事实上呢，乌克兰它的反应非常的快。但你说这一次为什么北韩部队会被一次端掉？是他直接看那个防御工事，都知道这是北韩的，知道北韩了。我知道你的能力比较差，我就直接攻击了。对，因为俄罗斯的老毛子呢，他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他们的这个个性的民族性的关系，所以他构筑的那些比较这个建筑公式呢，那些防御公式是比较粗糙的。但问题是北韩不一样，因为北韩训练嘛，听说中共的解放军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构筑的弓线是有棱有角、四四方方，一看就知道是北韩的。知道是北韩的以后呢，见猎欣喜，马上无人机就过去。过去以后，立刻锁定了以后，棒的就下去了。所以事实上，这次的战争让我们发现一件事：台湾我们虽然兵少，我们的武器没那么好，但问题是因为我们是防守的一方，所以呢，我们是防守的一方了以后呢，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有相关的能力呢，学习乌克兰以寡击众啊，以少击多啊这样的道理。但是也不要忘记哦。现在的炮灰北韩这些，听说最后兵力会到8万多，对不对？你也不要忘记，8万多的炮灰也可以换取乌克兰至少好几万人的牺牲啊！这就是俄罗斯打的如意算盘。我用钱去换得你们的炮弹940万发的152这个等于说公里的这个炮弹之外，还让你们这些北韩的士兵成为第一线的炮灰。等你们炸的那么两败俱伤的时候，俄罗斯的军队再往前推进，这就是普丁打的如意算盘。所以我们常讲，这个世界是一盘棋。现在还有个大家关注的是，中国现在态度。中国这次没有跟俄罗斯，没有跟北韩联手。对，你说为什么不联手？因为他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那整个自顾不暇呢？从现在开始，习近平很多的退让，习近平很多动作就代表一件事情。他真的穷了，他真的没钱了，他真的没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这个副校长李建军
中央财经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它是直属中国的财政部的。他居然怎么讲？他说现在中国的国债已经比全世界的水平都还来高了。没错，中国现在的国债占 GDP 已经是100%了。而且事实上，为什么习近平呢？他会跟北韩渐行渐远？很简单一个理由，因为北韩要中国资助他，中国不愿意资助他。为什么中国不愿意资助他？我的感觉都没急，尤其他很怕一点，我资助你的时候，美国会制裁我，那我经济更糟。所以简单来说啊，事实上就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习近平他现在拿不出钱来，可以帮助俄罗斯，帮助这个北韩。真的有这么穷吗？对，那你看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在2年前的时候，从去年到前年的时候，你只要在中国，你只要说中国经济不好。中国股市不好，你都完蛋，你马上就被禁言，马上网络就被封锁的一个状况，甚至还有可能被制裁。就宝洁，就像你一样，宝洁到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中国的这个中央经济大学的这个副校长，他在2024中国金融街论坛年会里面，他直接讲中国经济真的不好。我们现在中国呢，要这个债务太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杠杆化的一个状况。他居然公开唱衰，那他讲什么？他说：“你看，中国6月30号为止，中国的地方债来说有42兆，然后这个隐形债57兆，加起来99兆，然后加上国债加起来的话，目前为止已经超过这个负债占 GDP 的比重已经高于100%以上，高于国际警戒线的60%。你居然唱衰他！所以国际的警戒线是，如果你的负债超过你的 GDP 的60%，对，这已经到了警戒线。可是中国现在已经是100%对，了。我就跟你讲，事实上这个希腊出问题是大概120，那人家现在算一算，这个中国已经100多了，已经超过100多了。然后他还说，你看全国有几个省份啊，天津、重庆、贵州、甘肃4个省份负债很严重啊。那中央财经大学不是一般大学，他是讲他们这个2017年有列入所谓的建设学科成为这个1级科学的这个应用经济学里面来说，有3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央财经大学，是中央认可你是未来我们国家重点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的重点学校。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妙是，他说他是中国双一流计划，对，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对，所以等于说他是国家队的一员呢。国家队议员，这个照理说你这个副校长应该是很听习近平的话，就没想到他居然讲说我们负债很严重。那这个我就想，过去连讲都不能讲，现在你可以这样讲啊。那不只是你这样讲啊，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大家都讲嘛，中国不是有这个推出8000亿救市，先8000亿救市，对不对？然后紧接下来可能会有10兆人民币要救市，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目前为止，你看这个天下就做了一个北京救市1个月来未见成效，还要丢多少钱才能救得了中国？所以那8000亿没有效果，对，没有效果。事实上，连他们的财政部长都说啊，这个可能这个效果非常有限啊，我们未来还需要再有非常多的这个及时雨吞出来。那人家问他就有10兆吗？他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10兆，他也没有讲。对，但是事实上，根据目前为止，简单来说，中国到底要花多少钱？人家就用用中国的财经媒体算出来的话，大概约莫要推出10兆人民币左右，才能够解决目前为止房市过剩的问题。那10兆人民币，也就是这一次中国要推出10兆人民币的这个状况嘛？对，就是10兆人民币发出来要干什么呢？打到这个地方上面去，让地方的债务重新由中央来承担，这样的方式，他们简单来说叫债务置换的问题。可问题是这有效吗？我就跟你讲，这没有效，这只是短期间之内，你可能让他们能够活得下去，但是长期间下来，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而且你说现在中国根本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就业率，对，你很多的厂商跑了，你根本没有那个所谓的高薪的工作，是，也就是当我人民没有钱了以后，我就不敢消费，我如果不敢消费的话，我不敢买东西，对，不敢买东西。我很多的政府的地方税根本就没有了，那我的政府的地方税只能做事，它的债务越来越大了。对，事实上中国的重点在什么？中国过去在改革开放里面来说，它出口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出口已经完全下滑。中国9月公布的时候，前9月的工业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获利率，较去年下滑了30%。简单来说，就是工厂的赚钱少了30%。工厂赚钱少了之后，出口就一定不好。出口不好之后，厂商投资少。厂商投资少之后，我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大家就失业，失业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简单来说啦，他要现在的这个困局怎么走出来，恐怕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不是，我们常常讲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下滑，中国现在经济不好，那你讲说这个很空泛呢？到底怎么不好？你这次到了中国去采访，你发现一件事情，从一个点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下滑，怎么点？公厕供不应求。为什么供不应求？他说你现在如果到了上海的外滩，你要去排公厕，你要排1个小时。那你去外滩去排公厕排1个小时，那有什么了不起嘞？不对，是因为你不去消费，你不去店家。其实有的店家、很多的商家，他是可以提供厕所，比如说你去咖啡馆、你去吃饭，总是可以上厕所。没有，
我不去咖啡馆，我也不去餐厅，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我就在马路上面跑来跑去，所以马路上的公车的需求就越来越高了。为什么8000亿救市10兆进来救市，为什么都没有用？因为穷人太穷，而且穷人太忙了，忙到都没有时间花钱，或者是跑到外滩的时候都在穷游，跑去那边闲晃，逛一逛，看看风景，拍拍照，然后自己带东西载水去吃，不敢去餐厅消费，所以不能去餐厅尿尿，也不敢去百货卖场，百货卖场甚至贴出没有消费，不要进来坐，因为你没有椅子，不来进来坐，也不能百货公不然呢，我也可以去星光百悦啊，我也可以去什么的高岛屋啊。我如果真的有一点内急的话，我就跑去上厕所。对不起，告诉你要消费才没有消费不要进来。对，不要进来，不要进来做。所以大家都跑去那里，都在穷游，整个结构改变了，所以人还依然在，可是人太穷了，穷人太多，有钱人钱都跑到有钱人去，8000亿就是跑到有钱人去，10兆进来还是跑到有钱人去。所以这次中国你的非常独特的观察是，外滩的人太多了。外滩的人这样走来走去，那外滩走来走去了以后，公厕人满为患，排一个公厕要1个多小时。我们外行人看不懂，你看就懂了，因为他们没有地方上厕所，他们只能去公厕。对，所以你到了对岸的陆家嘴之后，高档的浦东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到了晚上7点，一个餐厅一个包厢可能只有3桌客人，到9点的时候只有剩你1桌，人均300块以上的中高档日料，还不是高档日料，人均300人民币，不是很高档啊，看不到人。周末，所以你可以在外滩看到满满都是人，浦东餐厅没有人，到了9点只剩你1桌，所以高档消费为什么会关？鼎泰丰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股东之间有意见说要关店嘛，再来味千拉面。所以说鼎泰丰现在什么？我要把我的华北市场全部关掉。是因为真的生意太差了，因为你看不到未来，中高档消费都没有人，所以有一句话讲的比较难听，叫做十里洋场。以前就洋资洋货，现在十里洋场快要变成10里外资坟场，因为外国人都不见，没有新的投资进来嘛。所以我们到滨江花园，就到陆家嘴对面汤臣一品这个高档的住宅旁边，还有汤臣一品很有名啊，还有一个滨江花园在旁边，你每天去那边可以看到有人要卖房子，因为所有的外资高管本来都住那边。都在买房子，旁边的餐厅都没有人，仅是一个外滩，隔一个黄浦江，就好像天堂跟地狱，那边是高档的地方，却看不到什么消费力，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而且你说，你从一个金葵花数字可以看出来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可怕的。对，中国要看所谓的贫富差距，要看招商银行的金葵花，每年都会公布这个数字。金葵花就是中国高端有钱人的客户到底存多少钱，它大概有236万户，占2%左右。那他们拥有多少钱？拥有将近10万亿，也就是10兆人民币的资产，除下来一个人大概有230万亿的资产，那剩下98%的人占有20%的资产，但是98%有1亿多人，除下来那群人只有人均在银行里面户头才只有1.3万，所以这么什么？他不断的救市，砸再多钱，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因为他垄断了80%的财富，穷人只有1.3万，你要他怎么去消费，怎么样去发钱，更不用排除去买房子这件事情了。所以有2%的人，我拥有80%的资产，我98%的人，剩下的20%的资产是这98%的人在分的。对，所以一分下来，人均只有1.3万元的存款，那当然没有钱花钱，你再怎么救市，他们没钱没工作，就不可能消费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外滩那个景象，人很多，没钱花。那看来前中国以前我们都3省3市嘛，广东很嚣张，广东以前说我广东有一个深圳就可以抵一个台湾了，财政收入抵台湾，结果现在广东怎样？我们来找广东很惨了，现在负2000多，这是1到7月哦。广东那么惨，广东很惨，浙江很强嘛，阿里巴巴在那边，浙江也很惨，或江苏号称一个苏州，小台湾一样也是负了。现在整个中国只剩上海有700多亿的正结余，就是有收入的省市，只剩上海一个上海撑全中国。除了上海之外，天津、海南、宁夏、福建、北京这些省市都有财政赤字。所以再怎么说，那个教授再怎么批评说中国的财务上限过头了，还是没有钱嘛，因为不发债，这些省市都要垮了。即便他说这样不行，还是得发，因为没有钱消费，没税收。而且所有的债务都没有办法还，所以我们现在能捞就捞，能捞来捞。更可怕的是8000亿救股市，为什么没有人敢投？因为中国都在做买卖，所以连中国人都不敢去股市。阿里巴巴这些大资本都不断的写琼瑶式的小说，编的故事，让这些公司上市之后马上卖掉。像这个奈雪茶本来有18.9块，一路上市之后，阿里巴巴这些大资本一路卖，现在只剩1.48。
所以中国股民说什么？从18块变1.48，对，几乎回到改革前嘛。所以中国股市不能投，是为什么？都在买卖，没有人要做成功企业家，没有人要好好认真经营事业。